5月下旬来到尼日，在撒哈拉沙漠南方的科尼露宿，耳朵和鼻孔里都是沙，精神和体力消耗殆尽，靠着味道难闻的井水、苍蝇吃剩的食物度日。此时，阿三乌的内心呼喊：上天啊，你不会再给我更坏的日子吧？隔天抵达阿乌萨族群居的金尔德，此城为通往中部撒哈拉必经的绿洲，在足以把肉烤熟的毒辣太阳下，喝水，喝水，不停地喝水，喝了一肚子的脏水。阿三乌简直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进入沙漠以后，车子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是休息的地方。滚烫的鱼罐头是这时候的佳肴。一天开车在路上，轮胎漏气，正准备要换轮胎时，却发现备胎不知何时已失落。唯一的办法是在原地等待每天一次的运油车来到。抱着受损的轮胎搭上运油车，到100公里外的绿洲去补胎，再等第2天下午的运油车回到车子抛锚的地方。没想到换上补好的车胎之后，行走不到1公里又爆胎了。阿三乌欲哭无泪，内心呼喊着：若不是为了艺术，为什么要到非洲来？为了这一只轮胎，阿三乌的行程足足耽搁了1个星期。沙漠气候的特色之一是日夜温差悬殊，白天高达摄氏60度，晚上的气温极低，连石头都会冻裂。阿三乌在沙漠中最清醒的时候，大概莫过于夜晚了。仰躺在车座里，面对着蓝色天空，那一片蓝，叫阿三乌终身难忘。在无边无际的沙漠，周遭出奇的宁静，没有虫鸣，只有听到石头冻裂声，令人有一种心悸的经验。狂风沙也是沙漠奇景之一，在雨季来临之前，强风吹起沙石飞扬，刹那间就天地变色。不过狂风来得急，也去得快，紧接来到的阵雨更是匆忙，眼睁睁看着雨下来，马上雨又停。当地人告诉阿三乌说，撒哈拉沙漠1年内下雨的时间总共还不到1个半小时。埃及，梦想中的非洲古老国度就在眼前了。埃及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背景，古埃及受惠于尼罗河流域，国家富裕繁荣。该区域可分为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与上游的尼罗河河谷2大部分。在古埃及，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为下埃及，南部的尼罗河河谷为上埃及。法老则称为2国之王。金字塔等于是古埃及的象征，当时已出土者大小约有30多座。吉萨的金字塔群和人面狮身像值得一看。阿三乌在数公里外的沙漠远眺阳光下的金字塔，是一种难忘的经验。金字塔仿佛是一座耀目的金山，在雄伟沉默中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芒。而站在金字塔的大块基石上，俯瞰无边无际的沙漠，不禁幻想起大批的人马正在挥汗弃石。之后由尼罗河乘船到苏丹，再回头到埃及中部的古城路克索，这里有帝王谷遗迹，埋葬古埃及新王朝时期18到20王朝的法老和贵族的一个山谷，好几座宏伟的神庙建筑和图坦卡门的陵寝。相较于布希曼人壁画的随心所欲，古埃及人壁画里的人像，不论是站姿或坐姿，都按照基准线1比例描绘。另外，身体的方向同时以正面和侧面表现脸部及身体。而造访埃及古文明的震撼，也让阿三乌的内心悄悄地萌生了探索其他古文明的想法。法老的国度位于非洲大陆，就如同西班牙位于欧洲一样。埃及的古文明高度发展，有别于撒哈拉以南的原始非洲。阿三乌在走访非洲各地的原始部落后，目睹布希曼族的古老壁画，体验原始民俗充满艳丽神奇，欣赏浑然天成的面具和雕刻，和感受非洲势与大自然搏斗的粗犷。阿三乌认为非洲的艺术是生气勃勃的，是自由浪漫的，是热血澎湃的，是不计一切琐碎小节的。正因为有这许多的特点，让阿三乌百看不厌，压抑的心情得以舒坦，
使阿三五也想脱下鞋袜，加入他们的歌舞行列，和他们一起敲打屁股，或也学他们戴上奇怪的面具，离开凡俗，做一个和泥土一起呼吸、和云朵一起逍遥的原始人，就跟童年时在罗东田野间一样的无拘无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恣意地享受阳光。所以我去的地方大部分是选择电不能去的地方，道路不能到的地方，是车子不能到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保持他们原来的这种面目。那么如果是说电可以到，道路可以到，很多人去，那么它就会有很多文明的东西进去，很多电视、很多歌唱，他们的舞蹈、声音、节奏都会改变。那么我就喜欢抓到他们本来的这种面目，所以当然如果是本来的面目，基本上就是那种环境会很恶劣，才人烟才稀少。那么环境很恶劣，当然就是会比较冒险，因为卫生设备不好，比如说疟疾比如说毒蛇、猛兽，还有很多在风俗习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很残酷的这种习惯。那么这个有时候是很难避免但是我总觉得做学问全力以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想说，如果我都没有发现到什么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生活经验在一生也算是值得。